我带着1000万现金到山里收购特级大樱桃，却在准备装车时遭果农集体涨价，之前谈好的价格全部反悔，更是扬言烂在树上也不卖给我。董老板，现在的行情是80一斤，但你给的收购价是30一斤，这是明抢啊！董老板，这是王姨的女婿郝伟，他是个懂经济的大学生，今天就让他代表大家伙跟您谈。看着那些熟悉的果农都躲在郝伟身后，眼神躲闪，我意识到事情没这么简单。谈合同都签了，价都定死，还有什么好谈的？但我还是面露微笑。时间紧，咱们得趁着天凉赶紧装冷电车。有什么话等装完车，咱们坐下来慢慢聊。慢着！只见王姨从人群里冲出来，张开双臂拦在果筐前。我看谁敢动我家的樱桃！王姨，您这是什么意思？咱们是签了合同的，白纸黑字，今天交货，现金结款。您这是要毁约吗？哼，合同！站在旁边的郝伟突然嗤笑一声：“别拿那一纸破文书来吓唬老实人！市场经济，一切都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大家说说，现在的特级大樱桃多少钱一斤？网上都卖80多了，还有的都卖到100了。”一个果农默默掏出手机，将屏幕上的价格截图凑到我眼前。听见了吗，董老板？你给的这个价格未免有点太不厚道了吧？虽然很气愤，但我还是耐心的和他解释道：“郝先生，账不是这么算的。第一，那是高端超市的零售价，不是地头收购价。第二，做生意讲究契约精神。1个月前怕果子熟了运不出去的时候，是我给的保底。那时候你们怎么不说市场经济？而且为了你们村的果子能够完好无损的运出大山。”随后我指着脚下的路，这条路是我花了20万垫资修的，那些防雨控温的大棚膜是我送的。如果按市场经济，这些钱是不是得算在成本里？那是你自愿的，谁求着你修了？你自己愿意修，那就是你的沉没成本。好家伙，这纯纯的农夫与蛇啊！拿终端零售价来要求地头收购价，这大学生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吧？我瞬间反应过来，目光冷冷地扫向郝伟。沉没成本是你交的吧？我只是帮乡亲们普及点基础知识，免得被不良奸商坑了还帮着数钱。董老板，你也别拿修路说事，那路修好了，您冷链车进出不也方便吗？说白了，还是为您自己服务的。不用废话了，这樱桃要还是25块，您1斤也别想拉走。要想装车，就得按现在的行情来。你想多少？看在您修路的份上，我们也不要60、30，少1分都不行。郝伟伸出3根手指在我面前晃晃。30？现在双 J 级的极品果，云头收购均价才20，你们张嘴就要30，你们这是敲诈！随您怎么说，反正果子在我们手里。您这15辆冷链大卡车空车回去，油费加冷气费少说也得亏个几万块，再加上违约金。哦，不对，您这合同本身就显示公平，打官司我们也未必输。他凑近我，压低声音：“董老板，这批果子拉回去装进精美礼盒，卖个200块，轻轻松松分给我们这点汤喝，不过分吧？做人别太毒了，否则容易噎死。”我死死盯着郝伟那张写满算计的脸，再缓缓转向张福海：“村长，你也是这个意思？”董老板，大家都不容易，而且行情也确实涨了，您就当发发善心，30块对您来说不就是少赚点的事儿吗？少赚点，我原本还准备了28块的价格，但现在面对这群把我的善意当成软弱，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的刁民，我的诚意简直为了白眼狼。好一个懂经济的大学生，包装损耗、人工成本全被你吃了，只看终端售价，风险全让老板担。这算盘打得我在外太空都听见了。于是我深吸一口气，缓缓从西装内袋里掏出那份合同。30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我考虑到大家确实受到春寒影响，心态有变动，我可以退一步。郝伟眼睛倏地一亮，嘴角微微翘起，以为我终于在他面前服了软。我也不是不讲理，28元，这是我现在能给出的最高价，这多出来的3块钱，算是我董某人交个朋友。现在装车，现金结款。在当时的市场上，这绝对是顶格收购价。我以为这已经是给足了台阶，只要他们稍微有点脑子，就该顺坡下。可我终究还是低估了人心的贪婪。28，打发叫花子呢！郝伟都说了，这果子值30，你给我们28，心也太黑了。董老板，您这是把我们当猴耍呢？30，1分不能少。您要是没诚意，那就请回吧。这樱桃我们自己留着直播卖，到时候卖60，对，可别眼红，自己卖，不良商人滚出樱桃村，滚出去！果农们被煽动的情绪高涨，甚至有人开始推搡我的冷面车司机。我看着这群面目狰狞的人，突然觉得后备箱里那一摞摞现金竟显得如此可笑。曾经因为山路难走，当地的樱桃年年运不出去，只能眼睁睁看着烂在树上，最多10块钱贱卖。在我得知情况后，不仅自掏腰包出人出钱把路修通，还给出25元1斤的高价统收。考虑到大樱桃极易磕碰和变质，我专门订购了一批带有独立果孔的高密度珍珠棉内涂，还定制了几千个自带冰袋夹层的 EPS 保温箱，提前运到了村里送给他。不料全国遭遇了罕见的倒春寒和冰天气，北方的几大樱桃产区大面积受灾，产量直接砍半。但是因为樱桃村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处在2山加1沟的小气候带，四面环山，挡住了冷空气和冰雹，果子不仅没遭殃，反而因为昼夜温差大，糖度极高，个头饱满。此时市场价格已经涨到25元1斤，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提价，我让财务按28元1斤准备了现金。老板，合同不是25吗？现在这一涨，咱们少赚好几10万啊！
眼光放长远点儿，这叫千金买骨，让他们知道跟着我干不吃亏。本以为真心可以换真情，看来终究是我自负了。好，那你们就自己卖吧。我点了点头，将手里的合同慢慢折起来，放回口袋，转身面对所有司机，脸上没有了愤怒，只有一种令人心悸的平静。全体都有，上车，掉头回城。小郑整个人愣在原地，手里的对讲机差点没拿稳。董老板，真走啊？这可是15辆冷链车，油钱和打冷费都烧了不少，要不再谈谈？这果子确实是极品，拉回去就能变现的。不谈了，小郑，你记住，做生意亏钱可以赚回来，但要是被人欺负到头上了还得赔笑脸，那这辈子都直不起腰。执行命令。是，全体都有，收车回城。这一幕显然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他们本以为我会当场服软，会讨价还价，会像个被拿捏住7寸的蛇一样，最终不得不答应那个30元的荒唐价格。毕竟谁能舍得让修路和包装砸进去的几10万，就这么打了水漂？郝伟随即恼羞成怒地冲上来，指着我的鼻子：“董4年，敢走！你今天要是走了，以后跪着求我们都不卖给你。”我停下脚步，转过身向看一只跳梁小丑一样看着他。各位乡亲，记住你们今天说的话，到底是我不仁，还是你们不义？老天爷看着。少拿老天爷吓唬人，我们这是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是好，既然你们觉得直播能卖60，那我祝你们发大财。这泼天的富贵，我董某人福薄接不住，留给你们自己享用吧。全体都有，上车回城。是，全车回城。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坐上了车。车队消失在山口的那一刻，樱桃村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欢呼声。我前脚刚走郝伟，后脚就跳上了村委的大磨盘。郝伟，你可真行啊，连大老板都被你骂跑了。就是。咱们这果子这么脆这么甜，还愁卖？听郝伟的，咱们搞直播，卖60不卖80。那天中午，樱桃村像是过年一样，他们沉浸在战胜资本的狂欢中，却不知道他们亲手斩断的是连接这个封闭山村与现代冷链商业文明唯一的期待。他们以为赶走的是一只吸血的狼，殊不知他们赶走的是唯一肯在灾年给他们托底的人。回到公司后，我让财务总监将那300万现金重新存回了银行。老板，修路那50万，还有垫付的包装材料钱，加起来快100万了，这窟窿怎么填？就当学费了。另外，通知法务部，准备起诉签约农户违约。虽然钱大概率要不回来，但我要让他们在征信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明白。那高品质大樱桃的缺口怎么办？去联系山西那边的基地，虽然受了点灾，价格高点，但能凑齐。钱少赚点没关系。对渠道商的信誉不能丢。安排完工作，我打开了手机，看到郝伟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注册了一个叫果农好哥的账号，里面更新了一条视频，大学生回乡创业，带你品尝深山里的纯正红宝石，拒绝中间商赚差价。第一场樱桃现采直播就在今天晚上。我点进直播间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00-300人了。只见他站在王姨家的果园里，身后堆满了刚摘下来的用普通竹筐装着的樱桃，灯光昏暗。郝伟穿着那身不合身的西装，正对着镜头声嘶力竭地喊卖：“大家看看，这是深山里长出来的好果子。今天好哥给家人们送福利，不要198，也不要128，只要58元1斤，包邮送到家。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樱桃，看看这水分，看看这果肉，比1元硬币还大。”王姨和几个大妈在后面充当背景板，笑得一脸僵硬，手里举着不知从哪找来的硬纸板，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现摘现发。我看了一眼评论区，58这么贵，楼下水果摊才卖30。楼上的懂不懂？那是双高级的果子，水果摊那是淘汰果。主播发冷链吗？包装里带不带冰袋和珍珠棉托？生鲜水果破损了包赔吗？咱们是农产品自产自销，摘下来直接装箱发走，全国包邮，保证新鲜，坏果包赔。看到这，我关掉了直播，冷笑了一声，真是无知者无畏。对于大樱桃这种娇贵的公主果，物流包装的成本非常恐怖。如果没有专业的带孔珍珠棉托盘，没有定制的加厚泡沫冰袋保驾护航，在普通快递的暴力拆检和夏日的高温下，寄一箱就能烂一箱。郝伟卖58元，只定了个纸箱。消费者对水果的包装要求是极其苛刻的，他们想卖出高端礼盒的价格，简直是痴人说梦。直播第一天，靠着大学生回乡的噱头和朋友圈的杀熟，他们确实卖出去了几百单。王姨他们乐坏了，连夜用买菜的薄塑料袋和破旧纸箱子分装樱桃。为了省钱，根本没用我留在村里的那些高成本定制保温箱和冷鲜冰袋，光快递费一单就去了快20块。郝伟当初承诺的利润翻倍，在扣除昂贵的生鲜快递费之后，缩水了不少。但不管怎么说，按58元卖，到手还有近40，比我的28元还是高得多。果农们干劲十足，甚至开始嘲笑我。然而好景不长，2天后第一批货送到了客户手里，灾难开始了。郝伟啊，咋回事啊？这手机一直响个不停，都是骂人的。郝伟正躺在炕上做着发财梦，不耐烦地接过手机一看，脸色瞬间白了，全是退款申请和差评。有客户投诉包装简陋，樱桃全被压成了烂泥；有客户发来果子长了白毛的照片，还有客户大骂果子发酸发臭，要举报郝伟手忙脚乱的解释。亲，那是
运输途中的轻微磕碰，但没人听他解释。平台介入了，因为生鲜品类退款率极高，且存在严重的商品描述不符。郝伟的果农好哥账号被直接封禁，保证金被冻结。更可怕的是，那些收到了发臭烂果的客户，不仅要求全额退，还要求平台惩罚商家。仅3天时间，卖出去的300多单退款率高达95%，剩下的5%直接给了带图的长篇差评。王姨看着手机上那个红色的账户冻结提示，又看了看院子里还没卖出去的果，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了起来。我的天爷呀，这可咋整啊？光快递费就贴进去大几千了，1分钱没着还得倒贴。这不对啊！网上那些卖水果的主播不是这么教的。只见郝伟缩在墙角，满头大汗，再也没了当初站在磨盘上挥斥方遒的威风。最糟糕的是，因为这几天气温骤升，他们又没有冷库，原本挂在树上的优质樱桃开始迅速熟透变软，而那些已经摘下来堆在院子里没有打冷遇冷的果子，因为堆积产生的热量开始在筐里悄悄地腐烂发酵，空气中那股原本清甜的果香开始夹杂着一丝腐败发酸的馊味。直播账号被封，就像是一盆冰水，彻底浇灭了樱桃中的一团虚火。在村委大院里，面对一群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果农，郝伟还在死鸭子嘴硬。大家别慌，平台封号那是嫉妒咱们流量大，咱们这可是特级大樱桃，只要放出风去，有的是生鲜超市抢着要。靠谱吗？这快递费咱们可贴进去好几天了，果子也快熟过了，再折腾不起啊！叔您放心，我这就联系采购商。郝伟掏出手机，当着全村人的面开始拨打他网上搜来的那些果蔬批发商的电话。但他不知道的是，早在离开樱桃村的第2天，我就在省里的生鲜供应链行业群里客观地陈述了在樱桃村发生的事情。做生鲜的最怕的就是产地不守规矩，坐地起价。于是郝伟的电话打出去，所有人反应出奇的一致。喂，是徐总吗？我这有一批樱桃村的双沟大樱桃。樱桃村张福山的。对，您知道啊？那太好了。是董老板没接的那批货吧？你们胆子挺肥啊，连他的车队都敢扣着涨价。我可不敢收你们的果子，万一车开到半路又涨价呢？郝伟的脸色变了变，想笑着对果农说换一家。这家不行，咱们换一家。陈经理，你们大量收购大樱桃是吧？我们这儿有3万斤。果子硬度怎么样？有没有打冷？价格多少？绝对新鲜，本来市场价60，给您个优惠30。30？你是还没睡醒吧？脱离冷店，在院子里放了2、3天的果子，你卖我30？我这最多出10块，拿去果汁厂打浆用，爱卖不卖。10块？你怎么不去抢？董老板还给28呢，20。那你们就留着等它烂成泥吧。郝伟一连打了10几个电话，要么是直接挂断，要么是一听樱桃村3个字就冷嘲热讽。最绝的是一个专门收烂果、做果园堆肥的老板，他在电话里大声笑着说：“听说你们把董老板气跑了，干得漂亮！不过你们那果子现在软了吧？我说可以，1块钱1斤，我不嫌弃你们没信用，反正我是熬肥料用的。”郝伟急忙挂断了电话，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整个村委大院。郝伟，这就是你说的抢着要？你个败家玩意儿，你是要把全村人都害死啊！叔，这不怪我，是那个董思年，肯定是他搞的鬼，在行业里封杀我们。人家董老板给28块现金你不卖，非要卖30。现在好了，人家给1块5，还我的快递费。我家贴了800块运费，果子全烂在路上了。对，赔钱。还有我家那一束的果子，现在软的碰都碰不得了。经典节目《狗咬狗》正式上演。当初想分钱的时候，一个个跟吸血鬼一样，现在出事了，全把锅甩给大学生。郝伟啊，郝伟，这沉没成本的铁拳砸在自己身上，滋味如何啊？当你为了眼前的小利破坏规则时，规则也会毫不留情地碾碎你。我不需要刻意封杀，我只需要陈述事实，他们就会被这个讲究信用的生鲜体系自动排出体外。接下来的2天，山里的气温突然诡异地飙升到了30度。对于熟透的樱桃来说，这是致命的。这批果子虽然底子好，但因为它们在高温下随意堆放，没有及时采摘入库，加上分拣时粗暴的操作，果皮大面积受损。这天王姨刚一进院子，她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不是果香，而是一股浓烈的带着腐烂气息的酸酒味。她急忙跑过去，掀开果筐上的防鸟网，原本如红宝石般饱满发亮的樱桃，此刻已经完全瘪了下去，表面长满了白色的霉菌，筐底正在不断的往外流淌着浑浊发酸的汁水，一股恶臭扑面而来，熏得他差点跟头栽进去。当家的，快来呀！全村都乱套了，不光是王姨家，几乎家家户户摘下来的和挂在树上的果子都出现了烂果，果农们纷纷哭喊着，看着自家流酸水长白毛的樱桃，手足无措。张福海看着自家院子里那几筐已经烂成泥的果子，整个人瘫软在地上，他抓起一把烂果泥，手都在抖。全完了，果子全烂了。现在别说28，就是倒贴钱请人清运，人家都嫌弄脏了车厢。原本的3万斤红宝石，现在变成了3万斤招苍蝇的烂泔水了。就在全村人对着一院子的酸水呼天抢地的时候，郝伟背着个包正准备悄悄溜出村。他这几天一直躲在丈母娘家不敢出门，眼看果子全烂了，他知道再不走可能会被打死，但他很快就被盯着他的果农堵在了村口。想带着你那套破市场营销理论逃跑，门儿都没有！给我们把这堆烂泥卖出去，卖不出去你今天别想出这个村儿。各位叔叔大伯，这是自然灾害，不可抗力啊！我也没想到天会这么热，我也没想到果子坏得这么快啊！
没想到董老板来的时候带了打冷设备和冷链车，是你把人家骂走的。董老板送了带孔的保温箱不用，是你让我们打破纸箱发快递的。你赔我的钱，赔我的果子。我瞎了眼，信了你的鬼话，那是好几万块钱呀，那是给娃读书的钱呀，现在全烂成了臭水，你还我钱！张福海站在人群外，看着这场闹剧，手里那根旱烟杆已经被他硬生生折断了。他看着满地的狼藉，脑海里突然浮现出那天我离开时的眼神，那不是愤怒，那是怜悯。作孽呀！当初董老板给28块现金装车，我咋就鬼迷心窍嫌少呢？那可是送到手的钱啊！现在钱没路断了，名声臭了，连亲戚情分都撕破。此刻整个樱桃村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酸味，那是果子腐烂的味道，也是贪婪腐烂的味道。而在100公里外的城市里，我正坐在高档餐厅里，对面坐着山西来的新供应商。董老板，这次多亏您信任，这么急的单子交给我们。诚信是金，只要果子硬度达标，冷链跟得上，价格不是问题。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线人发来的视频。视频里樱桃村的果农们正围着那堆长满白毛的烂果筐互相指责，哭声一片。我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划过，关掉了屏幕。怎么了，董老板？没什么，看了一出并不好笑的滑稽戏。然而剧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人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想起曾经被自己踩在脚底下的那条路。我知道他们快来了。这天我刚开完晨会，正准备回办公室处理文件，前台小李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董老板，楼下闹起来了！闹事？保安呢？保安拦不住，人太多了，20多号人拉着横幅，还有人跪在门口哭，说是您的乡亲来给您赔罪的。我走到落地窗前向下俯瞰，公司大楼的广场上，一群衣着土气、缩头缩脑的人正挤在旋转门外。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郝伟，此刻被2个人架着，耷拉着脑袋。王姨跪在最前面，正在对着保安磕头。那条横幅上歪歪扭扭的写着几个红字，向董老板负荆请罪，求董老板救救樱桃村。我冷笑出声，多么讽刺！1个月前，他们在村口骂我是吸血鬼、黑心商，扬言让我滚出樱桃村。老板，要报警吗？不用，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晾他们1个小时。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负荆请罪这一套？上个月嫌钱少的时候，一个个嚣张的像大爷，现在果子烂了，知道痛了，跑来装孙子了，早干嘛去了？随后我带着秘书和几个高管缓缓走出了大楼，他们带来的几筐原本品质最好的樱桃，因为一路的高温颠簸，底部的果子已经完全被压爆烂透，那股腐烂发酵的酸臭味弥漫在 CBD 光鲜亮丽的广场上，引得路过的白领们纷纷眼鼻侧目，像看瘟神一样躲着。他们看到我出现，原本嘈杂的人群瞬间安静了1秒，紧接着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董老板，董老板啊，您可算出来了！董老板，我们错了，我们不是人呐！董老板，您救救我们吧，这1年的活路全指望您了！董老板，一给您磕头了，之前是被猪油蒙了心，听了郝伟的挑拨，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果子您收了吧，求您了！王姨一咕噜爬起来，想要冲过来抱我的腿，被2名身材魁梧的保安死死拦住。张福海颤颤巍巍地走上前，手里捧着一份皱巴巴的、沾着泥土的合同，正是当初被他们视作废纸的那一份。董老板，我们想按合同办事，25块，不要25，10块就行。只要你把果子拉走，给乡亲们留口饭吃。那个郝伟此时缩在人群最后，像只受惊的鹌鹑，再也没了当初指点江山的锐气。我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他们的脸被烈日晒得通红，眼神里充满了卑微恐惧和祈求。这和1个月前那一张张贪婪狰狞嚣张的脸，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但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郝伟那句30少1分都不行，记得王一那句合同不算数，记得张福海那句大家都不容易。村长，这时候想起合同了。当初我带冷链车去的时候，你们不是说那是废纸吗？张福海的老脸涨成了猪肝色，举着合同的手僵在半空，进退两难。董老板，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都是这个郝伟害的，是他骗我们说能卖60，是他瞎指挥让我们用普通快递。你饶了我吧，董老板，我们把他也带来了，任您处置，只要你肯收果子。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看着这场闹剧，我只觉得厌恶。行了，别演了。你们恨郝伟，不是因为他骗了你们，而是因为他没带你们赚到钱。如果那天真的卖了60，你们现在还会踹他吗？你们只会把他捧上天，然后一起嘲笑我董思妍是个傻子。漂亮，这番话简直是绝杀！董老板太清醒了，直接扯下了这帮刁民的遮羞布。别搁这装什么无辜受害者，你们恨的根本不是被骗，而是没分到钱。这就是人性，这才是最狠的杀人诛心。闻到了吗？这是钢水，不是特级大樱桃。董老板，虽然有的软了烂了点儿，但挑一挑好的还能吃，
或者送去打果汁。打果汁？我是做高端生鲜的，不是收垃圾。这些果子霉菌已经布满外皮，倒进垃圾桶都得按有害垃圾分类。你们让我收，我们可以降价5块，给5块就行，够个辛苦钱和树苗钱。村长，你还没听懂吗？这不是钱的问题。当初我修路花了50万，我送泵喷膜和15只保温箱花了几十万，我带着300辆冷链车进村，给你们28元的高价。现在是我的诚意，是我的信任，但你们把我的信任烂了，就在地上踩，还吐了2口唾沫。别说这樱桃坏了，就是它现在新鲜的刚从树上摘下，我也不会要，因为你们樱桃村这3个字，在我这里，在整个生鲜行业已经臭了。董老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那路是您修的。对，路是我修的。我修那条路原本是想让冷电车进村带你们致富，但我没想到路修好了，财神爷没进去，反倒把你们心里的贪婪魔鬼给放出来了。那条路就留着给你们自己走吧，能不能走出来，看你们自己的造化。说完，我不再看他们一眼，转身走向大楼，身后传来一片凄厉的哀嚎声。保安们筑起人墙，将他们死死挡在外面。我不为所动，脚步没有一丝停顿。我知道这一刻我很冷血，但我更知道，对失信者的仁慈，就是对守信者的残忍。说得太对了，对白眼狼的同情，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这不是冷血，这是成年人顶级的清醒。兄弟们，这波全村覆灭，恶人自有恶人磨的大结局，看的是不是通体舒畅？咽下自己亲手酿造的苦果，那滋味比坏掉的果子更酸，比黄连还苦。